哇，你们看到那位天琴女了吗？她绝非凡人。当然看到了，就是为了看她一眼，我们才会挤破脑袋围在仙球楼外边呀。哇，她那气质简直了！就是，可不是谁都能驾驭那个的。这些人真是无礼，怎可在背后如此妄议他人？别太认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公子说的是，天琴女颇负盛名，就连万宝商会的少主以及神朝的三皇子都是她的追求者呢。让我看看天琴女阁下到底长什么样。哇！哇哦，这一品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呀。今日的斗琴会现在开始，可有挑战者？我来。让我来会一会，你这仙域年轻一辈的琴道第一人。琴道第一人不敢当，小姐既要挑战，那便请吧。是万皇灵山的人。哇，如吻仙乐，这个好棒，我喜欢。有点奇怪。怎么了？不是很好听吗？是很好听，就是这好像是霓裳羽衣曲。原来如此，这就是霓裳羽衣曲啊！听说这正是仙武琴宗的立派之曲。仙武琴宗，倒是没错了。可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场合弹这首曲子？这个好明快，就像在空谷中听见了凤凰的鸣叫声。这个我也喜欢。逍遥兄，你又怎么了？星云兄，你没听出来吗？那姑娘弹的曲子是《凤求凰》。所以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为我彷徨。愿言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非兮，使我沦亡。逍遥兄，这莫不是？没错，是求偶用的曲子。太古皇族好奔放啊！不愧是仙域年轻一辈琴道第一人，我败了。承让，麻烦把琴带走。看来这位凤姑娘失败了呢。确实，这种事大庭广众之下很难成功啊。星云兄，接下来该咱们上场了。真要上啊？在下想挑战，不知姑娘可还有余力？不妨事，公子请。既如此，琴来！哇，那是什么琴？咿哈！一起狂欢吧！逍遥啊，咋了，老爷子？咱没那个天赋，就别硬弹了吧。你琴都拿反了。你这棉花弹的，早晚得让人投诉扰民。可我还挺感兴趣的。要是你真这么喜欢，去拜个师傅如何？咱老君家还有精于琴道的前辈。嘿嘿，你的护道人便是以琴入道的。何事？想求教前辈，
如何才能弹出一手好琴？你想学琴，可知方才我弹的什么？悲回风摇之会兮，心渊结而内伤。物有微而允性兮，声有隐而先唱。你不会琴，却知我弹的是什么曲子？先弹一首，我听听。我倒是无所谓了。原来如此，你不适合摇琴。啊，老师，一点机会都没有吗？琴以心入道，琴弦弹奏的是心音，也是修士的道。修士的人生，摇琴之意在乎高山，在乎流水，这是一种内敛的乐器。而你的心太张扬了，你指下的每一个音节都在呼喊。看我呀，看着我呀！那是什么琴啊？我说那真的是琴吗？声音就像是在脑子里回响一样，好狂暴的弦音，这到底是什么曲子？像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魂魄正在啸腾，在咆哮着，想要冲破躯体的桎梏。怎会有如此张狂的欲望？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储备。咆哮吧，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这是你们自己的灵魂。兄弟，我可是琴道高手，你去给我助威就好。弹琴为什么需要助威啊？我明白了，我完全理解了。逍遥兄，你果然是个特别厉害的人啊！你喜欢琴吗？喜欢，先生，您能教我吗？可以啊，不过你为何而弹琴呢？小姐，琴，小姐，天琴女小姐，在下的曲子已经弹奏结束了，轮到小姐你了。不，我已经输了。天琴女居然认输了！那个小哥很厉害啊！那个琴接下来肯定会在仙域流行起来的。小哥干得漂亮啊！下次还有演奏的话，我们也会去听的。既然是公子赢了，这300枚仙元当属公子。300枚仙元都在这储藏戒之中，公子请查收。小姐爽快，我确实收到了。哦，小女有一不情之请，不知公子可否答应？你那把琴，好帅啊！可以教教我吗？教我！你很有眼光嘛，摇滚很棒吧？超帅的吧？不过就算要教你，你也得先有一把同样的琴才行啊。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图纸，你先去炼制一把趁手的琴。竟然是如此宝贵的图纸，我会一辈子珍惜的，师傅。喂，是我先来的。啊，有什么关系嘛？这小子是谁？敢来砸我的场子？三皇子，我们斗了这么久，结果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你什么意思？相识这么久，你见天琴女表情如此丰富过吗？你难道就这么甘心让那个家伙染指天琴女吗？我只告诫你一句，最好别招惹那位。好，你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只是一种直觉。不能惹。哼，即便他是不朽道统传人又怎样？我也是盘武神朝的皇子，定要让他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公子请。
多谢。公子愿意赴约，是小女的荣幸。你似乎有问题想问我，既然拿了你的仙缘，自然要解答你的疑惑。话说你不穿那身红色衣服了吗？我还挺喜欢的。那是宗门制服，只有出现在正式场合时才会穿。他是不是在咂嘴？公子为何知道我心有疑惑？自然是你的琴音告诉我的。小姐，你为何要举办斗琴会？我有2个麻烦的追求者，分别是万宝商户的少主，以及盘武神朝的3皇子。仙武琴宗不算特别强大的宗门，至少无法和盘武神朝以及万宝商户这2个庞然大物相提并论。因此，不论我心中作何感想，至少在明面上，我不能得罪这2位公子哥。某一天，2位公子哥给我出了个难题，他们将300块仙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300块仙元，即便放在各个不朽势力中，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问题出在，小小的仙武琴宗受不起这份财富。如果真的收下这些仙元，那我很快就会沦为他们的玩物。所以我必须想办法，把这300块仙元丢出去。我想，你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赢，所以你弹奏的才会是霓裳羽衣曲。公子慧眼如炬，霓裳羽衣曲为本宗的立派之曲，但那是需要整个乐团进行合奏的舞曲，更是为了取悦听众而被编织出来的舞乐。而你的疑惑，便是与这曲子有关。公子为何而弹琴呢？畅快。今夜闻君一曲，心中久违地充满了畅快之感，而我却靡靡之音。我并非是为了追求这种声音才选择琴道。有位前辈曾教导我，不必拘泥于形制，琴之一道，以心入定。修士弹奏的不是琴，而是心，是修士的人生。这是霓裳羽衣曲，音压很低，如泣如诉，仿佛旅人在长夜中思念故乡。好完美的曲子。小姐，大音希声，何在乎于曲，在乎于琴。大皇，这附近真的有公子的居所吗？总感觉好偏僻啊。天琴女有约，我不好拒绝。你先回我的宅院休息，大皇会为你带路。听说他要留到宴会之后才离开，一时激动就提出接下来的时间都当他的导游。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冒进啊？和陌生男子一起住1个月，我到底在想什么啊？可是人家钱都付了。不是说这里没其他人吗？谁？今晚多谢公子解惑。不客气，愿姑娘早日走出迷障。公子真的不在庄内歇息吗？啊，不必。既然得到了仙缘，我想尽快修炼。既如此，也不便挽留。夜深路重，恐有蛇鼠虫蚁作祟，公子当心。无妨，我自有分寸。蛇虫鼠蚁之流，不足为患。那么，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血杀剑术，幽冥天的刺客。这小子的气运不过归1境，竟然敢如此靠近河道境的我，去死吧！哎呀，小心啊！指甲太长的话，不是很容易裂开吗？话又说回来，你的小伙伴还挺多呀。
果然呐，之前我就觉得眼熟，你是那个倒霉的秦天后活下来的独女秦轩，对吧？你是和杨盘称兄道弟，甚至帮他掩盖罪行的混账皇子。你是和那个白衣小子一起行动的吧？告诉我，他是谁？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给他带路的向导罢了。不肯说实话。看什么？没见过毛歹人吗？不过你们来的正好，大爷我憋了一天，正愁没地方发泄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明明所有人的修为境界都在他之上，为什么会被他完全碾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哟，好像只有你还活着呀，真坚强。你是他们的首领吗？所以是谁派你们来的？我懂了，出于职业道德不好说是吧？是我冒犯了，那么得罪了。我还没有直接对人使用过这招呢。时至今日，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虽然一直在使用，但极少人有发现君逍遥的这门大神通。那是君逍遥3岁时打碎太岳古碑，创造万古极境时获得的天道赐符。这是门能够淬炼神魂的强大法门，其名为混沌神魔观降法。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快停下！救命啊！这门功夫能将人的元神拖入混沌，经受混沌的反复折磨，几乎没有人能抵抗这来自混沌的诱惑。凡中招者，只有被混沌同化这一条归路。感觉如何？超棒的！我已经嗨得不行嘞！所以是谁派你来的？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要买你的命嘞！那万宝商会的少主没参与吗？没有，委托我们的只有三皇子嘞。知道了，回去吧，记得把你的兄弟们都带回去。好说好说，反正我已经完了，就和兄弟们一起上路嘞。三皇子，哼，这盘武神朝还真是从上到下都不把人命当回事。不止盘武神朝，我早知道的。这个世界既没有王法，也没有天理，所以犯不着生气。好，决定了，等这边的事情了结后，就把这个三皇子抓去挂城墙，就挂在杨盘隔壁。老大，你回来了！这里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他来找您的麻烦了。他护道人挺厉害，把他捞走了，不然我高低得给他2爪子。果然应该现在就去把他抓来挂城墙。是君家的车队来了，快放行！恭迎君家贵客大驾光临！哇，不愧是荒古君家，真威风啊！若我也投胎到君家该有多好啊！话说，怎么没有看到君家神子的座驾呀？站住！那边的人，你包裹的这么严实干什么？摘下兜帽，让我们检查。为何不拦刚才的车队，只拦我？只是例行检查罢了。那可是荒古君家的车队。这小子居然敢拿自己同君家相提并论，这样可以了吧？
好强的气势，怕是哪个不朽势力的天骄隐姓埋名来凑热闹的。啊，可以，您请进。我们只是例行检查，希望不要见怪。哼，可恨，可恨，可恨！区区看门小吏，竟然也敢看不起我！没关系，快了，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会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不论是杨盘还是君逍遥，都将被我踩在脚下。赵兄，此次大宴你看好哪位后生？自是君家神子啦，冠军侯也不错。不好说，据说北地王家也来人了。若是那位少帝的话，殿下，今天是您选驸马的日子，应该开心一些啊。身不由己，又怎能开心呢？殿下也不必太过失落，那些年轻俊杰里，说不定就有能配上公主的呢。哼，年轻俊杰，谁？杨盘吗？我知道的。所谓的比武招亲择驸马，不过是父王给杨盘铺的路。父王想借由我，将杨盘彻底绑死在盘武神朝的王族阵营里，就因为他得到了那把盘皇生灵剑。盘皇生灵剑？没错，那就是盘武神主力捧杨盘的原因。这盘皇剑本为盘武大帝的正道地兵，地兵一动，可震裂九霄寰宇，可覆灭八方星域。换句话说，地兵就是各大不朽道统的底蕴之所在。但盘武大帝的后人是帮不争气的废物，不但在内斗中将好好的盘皇剑一分为三，还将3块碎片都弄丢了。直到杨盘得到那块生灵碎片后，他们才重新找到地兵的线索。所以盘武神主并不见得有多看重这个杨盘，他只是想利用杨盘，为他寻找遗失的地兵的线索。没错，因此只要咱们也能找到盘皇剑的线索，不，只要你能将杨盘手中那块盘皇剑碎片夺回来，你也可以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明月，再等我一会儿，我一定会把你从这个牢笼中解救出来的。可恶，这东西比想象中更难啊！你都摆弄这东西半个月了，还不如你原本的琴呢。我愚蠢的偷偷哟，你不懂，你根本不懂我当时的震撼。是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天天弹棉花，搞得我半个月都没吃好了。要是让我撞见教你这玩意儿的人，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哎，你这是吃醋了吗？我们家小玄一吃醋了吗？咋了，老大？没什么，就是感觉有人在背后念叨我。话说现在是什么时间了？43刻。时间正好，我也该去赴约了。赴约？紫禁之巅，小小有约，你也一起去吧。不想看杨盘付出代价吗？好多人呢！上次君家设宴都没这么热闹。乐离，不要乱跑。没事没事，我有分寸。小妹妹，像你这样到处乱窜，可是会被坏人抓走的哦。乐离，不可胡闹！是他先惹我的。这位是君家的仗剑公子吧？圣依小姐，好久不见啊！什么嘛，又是君家的人，戏弄我很好玩吗？我错了，
洛丽小姐，脚下留情。君家已经到了，也就是说，逍遥他果然……公子并未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不过以公子的性格，应当是不会失约的。啊？那小子真打算来争这个驸马？哼，胆子挺大嘛！明明和我有婚约。这话没法接呀。那个洛离姑娘，好久不见，今天天气真好啊。嗯，你哪位？这似曾相识的反应，我的存在感就那么稀薄吗？我是叶星云啊，我们见过的。哦，有事吗？那个，我前不久学了一首曲子，可以弹给你听吗？好麻烦。啊！不是冠军侯，神朝的冠军侯来了。哼，这就是神朝冠军侯吗？气息果然强大。是啊，百闻不如一见。虽说这冠军侯名声不怎么好，但实力是真的强。他身上的是天芒九神铠吧？那可是神装。据说他还有一柄伤芒神枪。哼，果然没有出现。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君逍遥啊！哇，他长得好像一只大甲虫啊！好，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江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容貌非凡。收起你那恶心的眼神，想打！说的对洛离姑娘无礼。你什么意思？是觉得我自己应付不了吗？一边去，我跟你很熟吗？不好意思啊，下意识就……啊，这是当着本侯爷的面在秀，去死吧！吼吼，非但不逃走，反而向我冲过来了吗？但是就这样向我冲过来，真的好吗？是伤芒神枪，小心呐！小子，你完了！这是……天上，快看天上！好可怕的威能！是何方大能出手了？啊！哟，星云兄，没事吧？果然是逍遥兄。呦，星云兄几天不见，怎么变拉了呀？居然差点被人2招拿下呢！那是他不讲武德突然发难，我只是有点猝不及防。总觉得这张脸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哪里？啊，是君逍遥。也对，能这样扭来扭去的，好像也只有他了。我还是假装不认识吧。比起君逍遥，喂，那个谁，洛离小姐。你是被打傻了吗？脖子在飙血都不知道处理。洛离小姐，丑话我先说在前头，那只大甲虫的发难我自己能应付，根本不需要你站出来挡在我面前。我没有让你站出来，所以我并不欠你，也不会感激你，明白吗？哎呦，这呛死人的行为逻辑，绝对是江洛离那个臭小鬼。我还是假装不认识吧。公子，唉，可怜的星云兄该作何反应啊？我知道的，洛离小姐，我会站出来，并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感激，而是我认为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没有站出来，我的道心一定会动摇的。所以，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在行动，与洛离小姐无关。洛离小姐不用在意的。这不是会让人更加在意吗？烦死了！能不能揍他？我懂。哎呀，真诚果然是最大的必杀技。问他要不要当沙包挨我一拳时，我也是这种感觉。
君逍遥，你这无耻小人，竟然搞偷袭，你还要脸吗？之前确实是他偷袭我俩的吧？是这样。无耻小人。君逍遥，是君家神子，他真的来了。他一巴掌就把神朝冠军侯拍在地里了。他什么修为？我怎么看不出来？皈依境吧，河道境需要寻找合适的道种融入己身，没有哪个天骄会随意突破。同样是皈依境，幸运差的也太多了吧？所以他之前一直没回应冠军侯的约战，是因为根本懒得理。也是，幸运差距，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君逍遥，找死！你们这些人放狠话能不能有点新意啊？我就站在这里，你有本事杀了我吗？还不住手！比武尚未开始，成何体统？哼！哦，是盘武神主。怎么了？地面在翻滚。擂台是擂台，他们凭空造出一座擂台。哎呦，这招不错，适合搞土木。公子，你要不要和江家小姐打个招呼啊？还有两家的长老们也在。糟糕，每次都是不同款式的老爷爷，完全没发现这些都是自家长老。逍遥向各位长老问好，还有，小姨，许久不见，近日可好啊？好久不见，我们逍遥修为又提升了。乐离，不和逍遥打个招呼吗？见鬼！明明我已经尽力降低存在感了。不好的预感。逍遥哥哥，我可想死你了！你还是别想为好。这俩孩子关系真好。你认真的吗？老三呢？今日如此重要的场合，他怎么不在？三弟说他身体抱恙，早些时日便已前往别宫养病。哼，不成器的东西！陛下，擂台已经准备好了。知道了，去吧，该你露脸了。是，陛下。哦，有人上台了。谁呀？小女乃盘武神朝长公主武明月，由衷感谢诸位高客前来参加此次宴会。哇，这就是神朝长公主吗？果真人间绝色。总算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天骄争着抢着这个驸马身份了。不仅可以一飞冲天，更是能得到如此佳人啊！盘武神主这老匹夫，这算哪门子的比武招亲？根本就是把亲女儿像市集上的大白菜一样扔到台前竞价售卖。今日是小女明月择驸马的日子，但只有脱颖而出的天骄，才能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接下来，宴席开始，诸位少年英杰，尽可上擂台，争锋切磋。在下天南剑派真传弟子江无忌，头阵就在下拿下了。在下对明月公主倾慕已久，此次前来正是……哼，杂鱼就别在这儿献殷勤了。既然上了这擂台，便得靠本事说话。即便阁下是神朝冠军侯，也没资格在此指手画脚吧？哼。去！呀！
大将！浑身骨骼尽碎，即便保住了命，却再不能修行。都说庙小妖风大，没那个本事就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赶紧抬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盘武神朝的待客之道，天南剑派领教了。哼！废什么话，滚下去吧！他这什么意思啊？看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简直可恶！这就是盘武神朝的做派吗？这驸马之位，本侯爷要了。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想要争夺？大可上来一战！刚刚才被打进地里，这会又开始嚣张了。我对当驸马没什么兴趣，但我很想教训教训你。啊，是荒古叶家星辰王体的叶星云，叶公子！上啊，叶公子，狠狠揍那混蛋一顿！切！手下败将，安敢在此狂吠？怎么不靠偷袭就没有打赢我的自信吗？没关系。这是什么鬼东西？无耻小人！我让你先攻。啊？好，好得很。去死吧！去死吧！瞧，不偷袭的话，你也不过如此。小子，我承认你有两下子，不过也就如此了。大话还是等你打赢我再说吧。啊！这就让你长长见识。煞气！啊！这么多枪芒，一瞬间，他分明就站在原地没动啊！他手上的环呢？机会来了！趁热打铁，旋转吧，星陨轮盘！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叶公子赢了！漂亮！洛丽小姐，我赢了！啊，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向我报告啊？啊！笨蛋，别大意！身后，他还没有倒下！啊！切！什么荒古叶家，蝼蚁罢了！能败在这把剑下，你应该感到荣幸。盘黄剑，我有大意了。先去除伤口中的剑气，再止血。还好没伤到筋骨。君逍遥，你终于来了，今日就让你见见我盘黄剑之威！哇，这招真的超适合搞基建哎！君逍遥，会让你跪地求饶！哼，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模样吧！你这样子，就算我把你打趴下，别人也只会说我胜之不武。你这混蛋！还有，我的时间很是宝贵，和你这种傻子一起站在擂台上蹦跶，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啊！所以，在座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凡有想挑战我君逍遥者，尽可上台。
不论是10人、100人，亦或是1000人、万人，君某皆可一并应战。住嘴！你是想侮辱我吗？所以才说是个傻子。想让我住嘴，就直接像打飞天南剑派的江少侠那样，把我也打飞。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就闭嘴去找套衣服换上，懂？大眼睛。唉，去给侯爷送套衣服。是。君家神子，好气魄！在下北地王家王刚，请指教。哦，北地王家，敢问阁下与王家少帝有何关系？正是家兄。好，此番恰好领教北地的功法了。阁下是？无名之辈，不值一提。有点眼熟啊。算了，既然想不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是他，绝对是他，他真的来了。怎么，明月，你认得此人？不，我不认识就好，记住你的身份。是。还有人要上场吗？君某只打这一场，此后再遇神朝冠军侯这般执着的约战，君某不会再给出任何回应。看来是没有了。那我们开始吧。就等你这句话呢，君家神子！这是我王家的绝学。是金刚浮屠手，王家从小西天得来的大神通，将此功修炼到极致，一掌轰出便可震碎山河，无物不破。狗屁的无物不破！这便是王家金刚浮屠手，功力不错。他没有动用任何神通，就轻松挡住了我的全力一拳，甚至连脚步都未曾挪动分毫，厉害！君家神子，你修炼了什么炼体的法门？这是不可能，这其稀世是大罗不朽仙身。没想到逍遥当时得到的传承竟然是9大天书。9大天书，听上去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乐离年纪还小，所以没有听说过呢。所谓9大天书，是仙域诞生伊始就存在的9本奇书，此书来历不可考据。有人说是仙人所写，也有人说是天道显化。总之，每一本天书都代表一个极致之道。有传闻说，若有人能够集齐9大天书，则可以将其合一，走出一条登仙之路。而逍遥得到的传承，恐怕正是9大天书中记载着大罗不朽仙身等修行功法的体之书。也难怪炎天至尊即便只剩残躯，也如此强横。大罗不朽仙身，切，这小子狗屎运还挺好。厉害！没想到竟然能与传说中的大罗不朽仙身交手，何其荣幸！这位王家公子是武痴的类型啊，我不讨厌这种。何谈仙身啊，君某资质驽钝，耗费诸多时间与仙缘，也不过只淬炼出区20块大罗仙骨罢了。对于归一境的修士来说，那已经足够了。没错，少年义气，正当如此。你不上吗？啊？已经被吓到了，果然是个废物。真不知你这种荒淫无度、丧尽天良的人渣，有何资格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臭小子，别以为我不发话就把我……这小子也是归一境大圆满的修士。君逍遥，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君逍遥，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来得好，祖龙朝苍龙一脉的功法，但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小子到底是……这位小哥也不弱，
这趟果然来对了。君家神子，再接我一拳！北地王家果然名不虚传，一身气运至刚至阳，显然已是归一境大圆满。那斗篷小哥也不差，我看他使的好像是祖龙朝的功法，难不成是祖龙朝的龙子出世？哎呦呦，祖龙朝和君家的过节可不浅呐！君家神子以一敌二，非但不落下风，反而游刃有余。我瞧他举手投足间，竟已有几分仙人气印了呀！给我闭嘴！这分明是为我准备的舞台。好吧，既然你们都赶着找死，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都去死吧！哎呀，城内的宴会应该已经开始了吧？真想进去参观啊！听说君家神子也会来。得了吧，没有邀请函，你还想混进去不成？喂，你们快来看呀，出大事了！好可怕的剑意，就连我们也险些没能维持住结界，哪怕只有1/3，竟也如此强横。这便是盘黄剑的力量。龙化，这位公子果然是祖龙朝的龙子啊！切，又一个没干掉。这招还不错，只可惜……怎么可能？这小子中了盘黄生灵剑的一击，竟然毫发无损。剑是兵器，兵器只有拿在合适的人手中，才能发挥最大威力。而你居然反过来借用那把剑的力量，真丢人！你根本不配当那把剑的主人。闭嘴！盘黄剑，领教了。天下闻名的盘黄剑，若是知道手持自己的剑客是个只知道背后偷袭的小人，想必也会哭泣吧。抱歉了，君家神子，今日我已无法再战。他日君公子若来北地，王家愿尽地主之谊，届时王某再向公子讨教一二。你先休息，接下来交给我，我会再展现一些新鲜招式。呵呵，那我就提高点期待好了。盘雾神朝行不行啊？竟然将郑国的地兵交给一个小人保管。没错，丢人现眼。人品不行，修为也不算顶尖，这种人竟然也能在盘雾神朝出人头地。除了他，登场的少年英杰可都算人中龙凤。盘雾神朝没落了呀。好了，为了表达对王公子的敬意，我决定稍微认真点。两位，小心了。装腔作势的家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必须要在这台上杀了他。好快！可恶，是我这招！好机会！这是什么功法？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天哪，好巨大！是法相吗？神象镇狱技。阿玄，神象镇狱技。见鬼！这到底是什么邪门的功法？骨头都要折断了，好可怕的巨力！这样下去，我们必然会被他压制。是万皇灵山的凤雪衣，也是这一辈数一数二的天骄，为何现在才上台？
为何方才约战时不应？你太嚣张了！看你不爽想揍你，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样啊？那我就认真陪你玩玩。啊！防护结界被打破了！阿玄，有点不对劲呢，他感觉不到疼痛吗？好烦！绝对不对劲，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神智。也就是说，这个会场里有人想用借刀杀人的方式杀了我。等等，这招是……凤凰天火，那不是万皇灵山的剑术吗？传说此火可焚尽世间万物，包括施术者自己。啊！我可没有在保全他的情况下接下这招的办法，只能让他再吃点苦头了。君逍遥，去死吧！啊！小兔崽子，你狗屁呀！凤凰天火是莽人，可把你牛坏了！你咋就这么能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帅特有气势？今天不把你腿打瘸了，老娘名字倒过来写，丢人玩意儿！还敢不敢了啊？还敢不敢了？好凶的婆娘！啊，揍完人清爽多了。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不用管我们。不是。孩子还小不懂事，我会好好教育他的。师傅，你就放过他吧。我是想说，他好像快被你累死了。哎呀！好疼啊！好疼啊！疼死了！凤庆的，你这倒霉孩子干嘛呢？啊，醒了？什么醒了？快放手啊！我真的要疼死了，脸尤其疼。好痛啊！话说这是哪儿啊？盘武神朝准备的净室，之前受伤的人都躺在这儿呢。哎，我身上怎么这么多伤啊？我犯天条了！你不记得了？明明刚才还和条疯狗一样，说要杀君逍遥。我打君逍遥，真的假的？我真犯天条了，这个不好笑。但事实就是你冲上去偷袭了他，他还挺生气的。阿青，我是不是要被杀了？哎，没事的，没事的，你别哭啊。放心，我已经和他达成了肉身交易。不要抱抱了。我再去和君逍遥干一架。不是，等等，哭着去找人干架是能哪样啊？哎呀，还是先搞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什么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君逍遥这件事。别告诉我你是真的脑抽想去找打。就算你这么说，哦，我记得之前君逍遥不是搞出一头巨象的法相吗？那时候我感觉那头巨象好像在看我，再然后，我脑子有点混乱，记不太清了。对了，君逍遥呢？还在打呢。可恶！不许小看我，没有人敢小看我！
往生灵剑，给我杀！他这是将所有灵力都注入那把剑中，打算孤注一掷了。怎么可能？若你能完全释放盘黄生灵剑的力量，或许真的能给我带来危险。但说到底，杀心这么重，又怎担得起生灵二字？我的剑！他想做什么？君家神子，有件事你说错了。你也说了，剑是兵器，而兵器是杀人用的武器。无论是叫生灵，还是叫寂灭，都不过是用来屠戮的道具罢了。你要这么说，也没错就是了。还给我！把剑还给我！那是我的！来吧，君家神子，这就是最后一战了。你到底是谁？记住，随便打打，先让君逍遥和其他人消耗。你的最终目的是从杨盘手中夺取盘黄剑，然后堂堂正正地打败君逍遥。你到底是谁？你果然不记得我了。也对，像你这种出身高门大户的天骄，又怎会记得我这种路边小人物？我是青龙古国的萧晨，是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复仇的恶鬼。哦，是你呀！青龙古国，不是紫龙朝吗？青龙古国是何方势力啊？没听说过啊。好像是不久前被君家神子灭掉的那个。啊，这岂非血海深仇？这下有的看了。不是任其发散，而是集中剑意，挥出干净的斩击。你确实比杨盘强，但还是有些太过死板。是因为那把剑还没有承认你？这样可报不了仇。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你以为我会什么准备都不做就来报仇吗？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有趣，虽不知你是从何处学来的真龙功法，但你确实伤到我了。为表敬意，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吧。你这家伙，元天至尊秘藏里的龙骨，果然入了你手中。话可不能乱说，这分明是好心龙女友情赠送的。我的法力不如他，既如此，盘黄生灵剑，破！上一个让我祭出这招的人是祖龙朝的幽龙至尊，希望你也能承受。天哪，这个招式简直就是天罚！不好，至尊级的招式，小陈，快撤！现在的你就算有盘黄剑相助，也抵挡不了这招。你在做什么？你想死吗？要么胜，要么死！君逍遥！萧真堂正面中了那一招，竟然还能行动，不好！逍遥，为什么不躲？我必须夸赞你，干得不错。
已经昏死过去了。君家神子果然如传闻那般，有龙姿凤表，无敌气魄。看来最适合的驸马人选已经毋庸置疑了。哼，这老东西好算计呀！原本是计划给杨盘那只臭虫造势，但如果有天骄能打败杨盘，便将那人纳入麾下。不论结果怎样，他都是得利那方。哼，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那小子可不是什么好拿捏的主。洛离很相信逍遥啊，我这是经验之谈。为何盘武神主会认为一个被当作弃子的公主能换来与君某结盟的机会？您的诚意似乎不太够啊。若是能够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则可以获得一次进入盘武陵的机会。盘武陵啊，我确实有点兴趣。既如此，择日不如撞日，今日便完婚吧。君家神子同我神朝长公主，也算绝配。这算什么绝配？好大的脸呐！这是要逼君家神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是盘武神朝驸马的身份呢。盘武神主何必心急？比武不是还没结束吗？什么意思？你认为还有人敢挑战你？谁知道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下一秒就会出现呢。瞧，这不就出现了吗？君家神子，重伤我家阿玄之仇，现在就要向你讨回！哦，本人随时接受复仇。呀！我输了，不愧是万皇灵山的不传之女。真是一场精彩的决斗！盘武神朝的驸马，蛇，我，其谁？舒曼肉体是这个意思呀？我是驸马，我才是驸马！这什么情况？君家神子就这么输了？白痴，还看不出来吗？君家神子根本不想当这驸马。之前黄玄一乱入战局得罪了他，为保黄玄一不被秋后算账，凤青宁只能答应帮君家神子做这个局。嘿嘿，让个女人赢到最后，此次大宴，盘武神朝面子里子都丢尽了。哼，看盘武神主怎么接招吧。逍遥贤侄，玩笑可不能乱开。谁是你贤侄啊？这世上岂有让女人当驸马的道理？还是说，二位是在羞辱我盘武神朝？啊，您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女人怎么就不能当驸马了？这种事在我们太古皇族中很常见啊。胡闹！人族领地，岂能有尔等蛮族撒野？